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22号星期三早晨5点43分，还有2分钟不到我们就集合了。今天的课表是一个6公里的阈值。哎呀，有个小的坏消息，我不知道前天怎么回事，把后背给有点轻微拉伤，就是这边，但是应该不影响跑步，我热身过来也没事儿，就不严重。可能是突然换了一个姿势，没弄好的时候不小心的，当时都没有感觉。昨天早晨起来，特别严重啊！今天但是好很多了。然后另外先通知一下，周六的早晨8点半在这儿，就是这个 R Baker， 你看，在这儿，我们一起来参加大阪半马的小伙伴们，8点半我们在这儿，咱们来一个早餐跑。早餐之后的跑，轻松的晨跑，带大家大阪城绕一圈，目标应该差不多3.6公里的样子，大阪城绕一圈，3.6到4公里之间吧，行吧？那我们过去集合，加油加油！上个周末有一场半马，大河原先生和田中先生，还有一两位先生去参加，田中先生跑进了17分钟。还有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周末的半程马拉松跑了多少？上周的125，不好，累了。挺好的。哎，小伙伴们，6公里跑完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 PB 了，我把这次和上次的都贴出来。这次平均配速也是3分31，21分05，差5秒跑进21分。我也来一波弹幕，如果 PB 了或者没 PB， 大家都来一波，好吗？还是挺不错的，平均心率170，最大心率178，没有顶到180以上，说明有些进步。因为今天我其实没有拼尽全力，就一开始是跟着大家跑了1公里多的样子。那个时候没有后来快，等于后来冲的比较快，中间有2公里差不多都在3分27、3分28的样子。具体的那个每公里的配速，一会儿训练完了以后天亮了跟大家说。像我在高驰测理论上的 LTR 是3分31到3分32之间，手表跟我说的是3分32，但是其实我个人判断，可能在3分31到3分33之间看状态。像今天这种就几乎空腹的凌晨跑步，就刚起来这种肯定是没有状态的。如果是状态好的时候呢，可能我觉得像这种6公里跑进3分28应该没有问题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就这种LTR 和各种比赛成绩的对应的表格网上多的是，想达到我的成绩目标呢，基本上至少得3分32。但是现在就是每次阈值如果跑3分32是挺艰难的，因为 LTR 基本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大概可以跑1个小时，像我们普通人意志力比较薄弱的时候，可能也就是10几分钟，好一点的时候40分钟。所以我给好多小伙伴的建议就是跑阈值跑的时候8到14公里，看您的能力再强一点，我最多一次跑过18公里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看大家都累得特别艰难。大家现在来给我拍照。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最好成绩3分31，上次也是3分31。对，不知道是不是差1-2秒的样子，因为手表不告诉我6公里的。行吧，今天是周末的半马比赛前最后一个真正的强度训练了，然后之后可能明后天，也许周五会有冲击组，好吧？那一会儿天亮咱们再聊。小伙伴们看看即将日出的大阪城，我们已经解散了，我自己再慢跑一下。今天这个6公里其实没有上次6公里最好成绩的时候拼，没有。今天也是穿了那双旧的惊叹3，上一次也是，这说明今天状态应该比上次好。刚刚碰到一位观众，就关掉了录像。先跟大家看看周6的大阪半马的没有博览会，带引号的博览会。大阪半马是周日的中午12点起跑，大家应该已经收到过2次组委会的邮件，里面有一个特详细的手册，告诉您在哪儿、什么时候领东西，就在这儿，看没？
就是这儿这个地方，从这儿进去，然后它里边就是一个单独的通道。男选手进来就在这里边 ，A B C D E F 领东西，然后这个门就出来了，这儿是出口。然后女子的在这出口，就是从那边进来以后往那边拐一点领东西。这里边总共就特别小的地方，特别小的地方，没有卖东西的，可能只有赞助商的一个小展台。一般这种比赛赞助商都是建筑商，也跟跑步没什么关系。因为是周日12点起跑，所以周六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都可以领东西。就是您可以周日上午领完东西，如果比方您就是来玩参与参赛，周日上午来领完东西，这一片我现在前面指的远处那一片，就都是餐厅和咖啡厅，可以在那儿休息，等到起跑。起跑的时候，在这个土场地集合，在这个地方集合，那个手册上也有写，就不是在起点集合，要在那儿集合，带队一起带过去。中间这一片 A B C D E F 这些组，然后最前面是学生组，学生会来好多，就是也不能算体育生，就是精英生吧。所以你看去年我那个成绩排500多名，前面基本都是这些高手的学生们。然后从这儿集合是11点半就在这儿集合了，集合就结束了，你必须进到你的方阵里。然后到时候这一片，就我现在指的这一排是卫生间，卫生间还是足够的，因为人不多。差不多 A 区和 B 区就在我现在脚站的这个位置。然后11点半以后，工作人员就会带着大家这样走，就顺着这条路往前。到时候这块都是封闭的，只有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能进来，从这个口出来。然后从前面上，就是走车，大家看这儿正好有一辆车，这条车的马路，这条车的马路就是起点，大概在那个位置就是起点，一直从这个口出去。现在我们出不去，这口是锁住的，这口是走车的，就从这口出去，然后这儿一拐就整列了。所以11点半之前一定要在那儿集合好。但是吧，这就跟东京的全马一样，你说也严格也松散，因为它集合太早了，有些人轮不上卫生间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跟东京马拉松一样，在这儿都等着出发的时候，就从这儿能穿过来前边远处亮灯那是一个卫生间。差不多，你看左前方这个建筑是一个，好像是一个剑道馆还是什么馆，大概在这儿是 A 区跟 B 区的交界 ，A 区在前面 ，B 区在这儿，然后这儿是一个卫生间。到那天早上起来，好多等着起跑的时候就从那儿穿过来，因为很近嘛，你看就这么近，就是公路，很近。然后跑这儿上卫生间来，然后这一片小树林，好多男性选手就跟小树林就上了。像今天这个6公里，在没有很全力以赴的状态下跑成这样，我很开心的。就最后的几百米，我看当时看手表整体的平均配速3分31，我说那就加速冲一冲，没准就 PB 了。因为你这整体的平均配速想再拉高1秒有难度了，因为就6公里嘛，所以有时候就蒙着来，看看能不能差那0.几秒，最后比上次快个1秒2秒，或者慢个1秒2秒，因为不会超过6秒，对吧？一共就6公里，所以我到现在心里还是很好奇有没有上次快的。所以对于乳酸阈值的训练，我觉得是对很多的，就包括我跑到现在这个成绩、这个程度，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它有的时候甚至比那种短距离的间歇更有帮助。
因为短距离间歇其实对一般人来说，对全程马拉松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。你看非洲运动员跑更多的是长距离的法特莱克，因为他们跑1分钟快慢，跑30组，就跟我那种课一样。这一堂课下来，加上前后热身1个多小时，而且他是一直在跑着的。我觉得这种训练对拉高长距离耐力项目的成绩是很有用的。像阈值跑呢，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就跑6公里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集体训练，大家跑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8公里起步，有能力的跑到16公里就特别好。然后我们周六早晨8点半就在这个地方，你们在地图上搜 R Baker， 那这个 R 空格 Baker， 在这儿，我们周六早晨8点半在这儿准时，8点半集合，最晚不会超过8点40，我们就起跑绕大阪城一圈，就像这个方向。所以如果您要是来晚了的话，您就只能反方向迎我们，就我们会逆时针绕大阪城一圈。我会把这一圈的那个线路，就现在吧，贴屏幕上，在地图上我拿红线标一下，然后我也就往家跑，结束今天的训练。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，关于未来的比赛，还有平常这种强度的训练。我觉得这2年呢，可能是我在速度能力上进步的2年。在面对未来的比赛的时候，我比较期待的状态，就像那天直播时候说的，我要找到一个稳定输出的模式，就不是说每次都就拼成那样，我觉得那样不可持续，而是应该每次都在尽量游刃有余的情况下去提高成绩。当然了，有的比赛能提高，有的比赛不能提高。比方说，我觉得从此应该告别10公里的 PB 了。那天那个条件，你除非去田径场跑，但是田径场就是10000米，就不是10公里了。就那天那个身体条件和比赛的条件，基本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了，除了那个180度的折返以外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没有一场比赛是全都完美的。5公里的 PB， 我觉得我要再挑战一下，但是不能在大阪城，大阪城条件不好，有机会去长居。然后半马的看机会吧，半马基本上跑到17公里，看情况。全马我觉得我还有机会，但是我打算就像去年大阪全马跑完以后我说那样，我要沉淀一下。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就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训练模式，我觉得马拉松训练对普通人来说很简单，就是跑量加时不时的行与不行。行与不行其实就是阈值。为什么说行与不行呢？阈值就是放到体感上，就是你觉得我还行，但是我又不行了，在这之间徘徊就 OK 了，不用太刻意去找说这些课这种课表。因为说实话，你说这些课表上告诉你7个1公里加1个5公里，还是告诉你一个6公里加8个1公里，还是说告诉你金字塔正的也好倒的也好，它归根结底都是跑，并不会因为您跑了一个正金字塔，我跑了一个倒金字塔，您的训练效果就比我好多少。就算好多少，在成绩上几乎体现不出来。真心话，马拉松至于普通人，就是找寻自己的极限，挑战自己的边界，挑战自己的舒适区。挑战的多的人，就比挑战的少的人成绩更好。行，咱们训练后见啊！1月22号星期三清晨7点29，训练结束，给大家看看今天的训练。
今天先是一个5.17公里的热身到大阪城，然后一个6公里的阈值，最后一个10公里的冷身，所以差不多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。给大家看看这个6公里的详细数据，我贴屏幕上。21分05，平均配速3分31，运动表现出色，最快1公里3分25，平均心率170，最大心率178，还可以，累计爬升11米，平均步幅1.35米。看看单圈数据啊，第1公里3分35，第2公里3分35，就是前2公里基本上还是跟着大家跑，从第1公里结束我才慢慢的就是冲出去，然后第3公里是最快的3分27，第4公里3分28，第5公里3分30，第6公里3分27。就第6公里我看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有机会，我就稍微冲了一冲，所以最后1公里也不慢。像这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不是到100%极限的输出，就是你差一点到极限的时候，其实体感要好很多的。像跑这种行与不行的训练的时候，就是可能一阵子不行，一阵子行。我自己的小窍门可能就是得通过主动的调整呼吸。这种要主动调整呼吸，这回头再跟大家详细分享吧，好吗？行，今天带大家看看大阪半马的起点，还有领号码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咱们就周6早晨8点半，希望大家都能，就是如果想来的话，一定不要晚过8点40，8点40那块就应该看不见我们了，好吗？差不多就是这样，然后下周一中午就回北京了。然后之后北京的晨跑安排再跟大家预告。今天又是成功的、开心的周3早晨的跑团合练，特别开心。大元先生说这周有点累，我这周有点累，就是那种快放假的这个时候，就快过节的时候，就可能受心理影响吧，就确实不是太有动力。我昨天跟家属说，我说这次大阪半马这个时间不合适，就不太有斗志。行，那这么着。然后周6的时候，我会博览会一开门就去，领完回来给大家直播，好吗？那咱们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